普京表态，想要谈判就来莫斯科。2周期限已到，特朗普再次展现对俄宽容。乌军再度越境攻入俄本土，新武器重创俄指挥部。图160遭闪电击落，1276迫降退出战场。俄132旅遭歼灭，落单俄士兵拉响手雷。乌军大穿插，欲全歼俄51集团军。再袭黑海舰队，击毁俄军高速艇。美军动手击毁委内瑞拉船只。马杜罗秒怂，称可以合作。英国开发夜幕弹道导弹援助乌克兰。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斯洛伐克作为唯一参加93阅兵的欧盟国家，其总理菲佐趁着这个机会与普京进行了会晤。至于内容，双方互相吹捧捧臭脚，相信大家不感兴趣。但之后普京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新表态引起了火力军注意。首先是日常甩锅，普京先表示没达成和谈协议不能怪俄罗斯，称早在2022年俄罗斯就曾向乌克兰提出了一项协议，内容包含从东南部撤军并结束战争，但遭到了基辅的拒绝。其次，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有攻击任何人的意图，称欧盟的担忧是挑衅和无能的，同时强调俄罗斯从未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另一回事。这还不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在干涉乌克兰内政吗？乌克兰应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再者，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一事，普京说以前我们没有认真对待，现在是时候了。会怎么认真对待呢？虽然具体行动暂不清楚，但普京这个时候建议东欧国家关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以迫使乌克兰明白其针对俄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的限度，想来是其认真对待的方案之一。只不过俄罗斯现在难道已经沦落到寄希望于斯洛伐克、匈牙利给乌克兰教训，沦落到东欧国家关闭援助施压乌克兰了吗？当然，关于俄乌和谈，普京还是寄希望于美国。他表示只要常识占上风，就有可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指出特朗普政府是真诚希望找到解决方案。甚至他还表示不排除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可能性，如果泽连斯基准备好了，他未来可以来莫斯科进行会谈。普京如此夸赞特朗普政府，是因为特朗普没辜负期望，再次展现了对俄罗斯的宽容。美东时间的9月2日下午14点40分左右，特朗普现身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比原计划晚了40分钟。虽然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重点是将美国太空司令部总部从美国科罗拉多州迁往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并将其命名为火箭城，但这场发布会破除了外界对特朗普消失6天的各种传闻。同时，当记者问到俄乌问题，强调2周期限已经结束了时，特朗普再次表示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们会做什么，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称其正在密切关注此事，接下来几天会有答案。所以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施压和制裁，一如既往的期待，展现对俄罗斯的宽容，让俄乌自行决定。而对乌克兰、欧洲来说，只要特朗普不完全倒向俄罗斯，继续通过北约出售武器就足够了，剩下的事情还是让乌克兰、欧洲自己解决吧。最后，普京讲话结束时也适时发出了警告，他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俄罗斯将不得不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且他宣布到，如今俄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成功推进，称乌克兰的后备力量正在耗尽。普京还为俄军入侵找了一个新借口，即我们不是为了领土而战，而是为了当地人民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当然，普京这套夹枪带棒的讲话吓不到乌克兰。泽连斯基前一天才刚在讲话中强调，俄罗斯不仅拒绝停火，还公开表示没有就俄乌领导人会晤达成协议，否认对战争负有责任。乌克兰将对此做出回应，让俄罗斯真正感受到代价。话音刚落，第2天乌军就付诸了行动，再次越境攻入了俄罗斯领土。据俄军事频道透露，从8月底开始，乌军地边防团就频频越境猛攻库尔斯克。前线流出的视频显示，边境多个俄军事目标都遭到了突袭，包括指挥阵地、野战仓库等。乌军的 FPV 无人机不断向俄控区投掷炸弹，这再一次表明乌克兰对俄本土的进攻并没有停止。实际上，从俄军宣布完全收复库尔斯克后，乌军的破坏行动就一直在持续，只是俄军一直不承认而已。除库尔斯克外，乌克兰陆军上校阿纳托利·斯特凡还表示，上个月底乌军还对比尔格罗德发动了导弹袭击，误造成俄边防局指挥所的8名军官阵亡。莫斯科方面至今没有做出进一步回应，但媒体上已经传出了这8人的布告和照片。与此同时，乌军也在持续打击俄本土高价值目标和俄军的后勤系统，
如过去24小时，乌军发射数百架无人机导弹，袭击了莫斯科、奥缪尔、达达斯坦、克拉斯达诺尔等10多个地区。像萨拉托夫的恩格斯空军基地、达达斯坦的无人机工厂、克拉斯达诺尔的雷达站以及库特伊尼科沃火车站等目标都遭到袭击，更多损失有待确认。又或是在前线战场，乌军第93机械化旅使用机器人战车和无人机摧毁了一座桥梁。据悉，俄军不仅通过该桥梁运输物资，还将其当成了避难所。不过从遇袭的照片看，它避难的作用并不大，桥梁被联合炸断，在战场飘起巨大的蘑菇云。值得注意的是，在空袭打击中，乌克兰不仅出动远程无人机，还出动了长海王星导弹、火烈鸟导弹以及升级版的帕利亚尼察无人机导弹。另外，9月2日时，乌克兰还使用由一个人工智能驱动、100多架无人机组成的无人机集群，对俄军阵地发起攻击。这些无人机无需操作员直接控制，便可进行通信、协调并决定打击时机。可见，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在很多方面已超过俄罗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称，乌克兰是第一个在实战中定期运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群的国家。前方的乌军指挥官表示，对于配备人工智能的无人机，你只要设定目标就行，剩下的工作将由他自己完成。目前乌克兰已至少在战场部署了100多次类似的无人机打击群，最多一回发射了25架。而当这样的数据再翻几倍时，战争的模式或又将发生重大变化。乌军努力研制各种国产武器，持续袭击俄本土目标，将让俄罗斯痛苦不堪。反观俄军赖以生存的战略轰炸机正因各种故障退出战场。据 Dosha Spina Telegram 频道报道，在9月2日至3日夜间，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行动中，有3架图160因技术问题未能完成任务，有1架图160尾号04由于发射器机构故障未能发射导弹返航，第2架图160尾号16在执行任务时被闪电击中，该事件损坏了驾驶舱窗户，迫使机组人员停止飞行并返回机场。第3架更是没能从恩格斯机场起飞，故障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与此同时，还有1架1276在起飞后不久也因故障迫降。据 Boris 频道报道，06时30分，飞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乌兰乌德航班上起飞，但起飞几分钟后，它出现了发动机问题，最终紧急降落在主要由小型飞机使用的切列姆尚卡机场。事后 ABC 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称没有人受伤。至于这次飞行的目的，俄方暂未透露，但鉴于是俄军用运输机，因此用来转移人员、武器弹药和特殊货物的可能性很大。要知道，这些飞机还曾用于从伊朗和朝鲜运输弹药和武器。无论是3架图160还是迫降的1276，都说明如今的俄罗斯军工联合体已无法妥善维护战机，俄空天军的战机可能会因战争的密集使用而耗尽各个组件和使用寿命。至于俄军在前线的战斗表现，俄军事博主报道称，俄军重新组织的反攻未能夺回萨德基村，还造成了己方重大伤亡。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对瓦拉奇涅的进攻也暂告失败。目前，俄北方集群正在向尤纳基夫卡方向增兵，以求有所突破。此外，该博主还声称，朝鲜部队将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后方，从事勤务保障工作，这与韩国情报一致。韩国国家情报院9月2日在议会情报委员会的闭门简报会上披露，派往库尔斯克的朝鲜士兵已经有大约2000人死亡。同时，韩国国家情报院还表示，朝鲜正计划再向俄罗斯派遣约6000名士兵。目前的朝军部队作为预备队驻扎在后方，暂时没有部署到前线。乌克兰战场，俄乌双方继续将主力向顿巴斯战场运动。这段时间的乌东战事，双方的焦点主要都是围绕红军村展开的。俄军在这里集结了10多万的兵力，开展了数月的猛攻，但近期却被乌军的连续反击打得狼狈逃窜。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乌军在红军村收复了多块要地，尤其是拿下东北部新科诺米奇涅村后，乌军的后勤交通就有了保障，有助于乌军的沿线反击。目前在该方向，乌军正计划以大穿插的方式打通马利尼夫卡至塔布罗夫卡的通道，从而切断整个突出部，包围并歼灭该方向的俄军第51集团军。不过该计划的实施难度较大，因为光是51集团军就有第1、第5、第9、第110、第132 5个摩步旅，以及第101、第109和第111 3个独立团，更何况其东面还有俄第63集团军协同作战，乌军很难一下全部吃掉。其次，外围俄军也有觉悟，正背水一战。最新消息显示，俄军第132旅的残部试图从包围圈中杀出，并试图向援军靠拢。虽然被亚速旅和93旅的部队重新包围，但落单的俄军士兵非常生猛，直接拉响手雷。最后可以肯定的是，俄军不会放弃这里，放弃这批俄军。结合索眼12卫星监测到的调兵信心，
俄军将发起秋季顿巴斯攻势。目前正向红军村方向运动的俄军包括从苏梅战场抽调的第40和第155海步旅，库尔斯克战场来的第11空突旅、第76空降师，以及从赫尔松方向来的俄第14军20摩步师。甚至火力军猜测，接下来俄军为了达成目标，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南部战场扎波罗尔方向，乌军第11旅和第65旅等部击退了俄军对小托克马克的进攻。据泽连斯基的说法，大量俄空降部队正在向扎波罗尔战区集结，就是不知道该战场是不是俄军的佯攻。毕竟刚才说的调兵动向明显是朝着顿巴斯去的。更南端的战场，乌军再次突袭了黑海舰队。据开源情报报道，9月3日，乌克兰海军在黑海西北部的滕德里夫斯卡沙嘴展开突袭行动。当时，俄黑海舰队正派出一艘高速艇，试图向该沙嘴运送登陆部队，但随即被乌军的 TB2 无人机发现。在完成侦察后，快速投掷了一枚 MAML 制导炸弹。航拍画面记录下了该军舰被击中的瞬间，紧接着海面就闪烁出耀眼的火光，同时伴有剧烈的爆炸。初步信息显示，船上有7名俄军身亡，4人受伤，这些都是俄军的精锐海军陆战队用来执行特种任务时的，但如今已遭到重击。报道称，近段时间乌军的 TB2 无人机一直在黑海附近巡逻，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攻击俄军的防空系统。俄军的 S300 和 S400 就先后遇袭，雷达设备也被完全摧毁。而滕德里夫斯卡沙嘴的位置也较为特殊，它和金伯恩沙嘴一样，都是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桥头堡，因此乌军特战队时常对这两地发起进攻，也就击沉了俄军多艘军舰。话说回来，如今黑海舰队能留在黑海的大都是像高速艇这样的船只了，其余的要么留在了海底，要么就撤回了俄罗斯本土。值得注意的是，靠近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的海域发生了漏油事件，面积约350平方公里。现在大量的浮油正在向克里米亚方向移动，具体的原因还未知。但最近俄军的能源设施和交通系统一样，都连续遭遇了重创。如前2天，乌军才刚在塞瓦斯托波尔击沉了俄军的 BOK-2190 导弹艇，因此不排除是乌军袭击导致。俄罗斯的战争资源正急速萎缩。国际方面，美国终于对委内瑞拉出手，在海域击毁了对方一艘船只，而马杜罗则秒认怂，突然表示可以合作。据 Next A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9月2日凌晨，美军在委内瑞拉附近的海域击沉了一艘面粉船。美国官方发布了该消息，并指控此船受雇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白宫方面还发布了相关现场视频，画面中该船遭遇了美军的精准打击，旋即在海上爆炸，发出耀眼的火光。船上的11人被全部消灭。特朗普称他们为马杜罗控制的武装分子，这是自美国大举向委内瑞拉派兵以来发动的首次军事行动。尽管打击对象不是委内瑞拉政府军，但相关动作还是引起了热议。早些时候，美军还被爆出在临近的波多黎各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表面上看，这是在开展此前就宣布的军演，但实际目的还是向委内瑞拉海域增兵，为接下来更大程度的行动做准备。而打掉了这艘面粉船，可能就是美军行动的第一步。面对美军的雷霆出击，马杜罗第一时间发表讲话，称可以和美国合作打击不法分子。这个时刻，马杜罗这样表态被认为是怂了的表现，但马杜罗似乎又不想表现出强硬姿态，就警告特朗普不要在委内瑞拉留下污名。这意思再明显不过，那就是马杜罗并不想和美军爆发冲突，即便他已动员了450万民兵，也不想。只是外界现在都还不知道马杜罗到底给这帮民兵发枪了没有。与此同时，美国再度开出1500万美元的悬赏令，用于逮捕委内瑞拉的防长弗拉基米尔·洛佩斯。之前白宫给马杜罗开出的悬赏金为5000万美元，这对马杜罗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因为美国的做法正不自觉地将委内瑞拉军方和马杜罗绑定得更为紧密。欧洲方面，英国正考虑在夜幕弹道导弹开发完成后将其转让给乌克兰。据英国国防部长约翰·希利披露，英国正在考虑在开发完成后向乌克兰转让其新型低成本高精度弹道导弹夜幕。希利说，3年多以来，英国是最早支持乌克兰并为其提供必要援助的国家之一。据悉，夜幕导弹于8月下旬宣布开始开发，它的射程将超过600公里，可携带约300公斤炸药，原偏差不超过5米，而其发射器将可容纳至少2枚导弹，并确保停在射击位置后15分钟内，在高战术威胁条件下安全发射全部弹药。发射后，机组人员还能在5分钟内离开该区域，而且夜幕导弹的成本预计不会超过50万英镑，是一款真正的低成本高精度弹道导弹。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基辅出售一批导弹，并且将在6周内运往乌克兰。导弹共有3350枚，总金额高达8.5亿美元。
大部分资金由欧洲国家提供。让人诧异的不是这批军售的规模，而是出售的导弹类型，也就是增程攻击弹药系统导弹。那是美国为乌克兰定制的一款空射精确制导武器，属于下一代增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丹麦和荷兰也参与了开发过程，不知是不是故意为之，150到280公里的射程正好契合俄乌战场的打击范围。飞行速度方面，可以每小时500到700公里飞行，配备 GPS 和惯性导航系统，原概率偏差约10米，再搭配终端导引头，大大提高最终近景阶段末端打击的精度。而且不管是 F-16 战机还是改造后的苏式战机，都能轻易携带 ERAM。另外，它的战斗部重量约90公斤，配备高爆头，威力不容小觑。可以想象到，乌克兰军方获得这种武器后，远程打击能力将在短期内获得肉眼可见的提升。其实，从导弹销售的数量和总金额来看，单枚导弹的价格也不过在 2.5万美元左右，属于廉价的巡航导弹。对目前乌克兰的战事需求来说，可大大缓解燃眉之急。此外，超400公里的射程足以让乌克兰飞行员在安全的位置上，对俄军弹药库、空军基地等战略价值极高的设施进行迅速而强有力的打击，甚至能避免进入 S-400的防御范围。倘若射偏了怎么办？那就是再多射几枚。毕竟3350枚的导弹数量主打一个量大管饱。乌克兰获得如此助力，自然引起俄罗斯的极大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行为很明显跟其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意愿相悖，也既说好用外交的形式解决俄乌冲突，怎么变成了军售的形式？那俄罗斯该如何面对？乌克兰大幅提升了远程打击能力，扎哈罗娃用的是威胁论，直言不过是在延长乌克兰的痛苦，然后指责美国和欧洲国家是在进一步加深冲突失控升级的风险。除了指责美国批准对乌军售，扎哈罗娃同样也批评了冯德莱恩。冯德莱恩在8月31日的时候提到，欧洲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兵的具体方案，哪怕是在俄乌冲突结束后进行，也会大大增加俄罗斯的军事压力。这自然也遭到了扎哈罗娃的反对，将破坏所有人的安全。可实际上，如今欧洲已基本达成一致协议，那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的安全保障。从欧洲为乌克兰的导弹订单买单可以窥见一斑。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3日，泽连斯基抵达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进行会晤。马克龙在联合声明上基本传递了整个欧洲的态度，那就是将乌克兰的安全认同为整个欧洲的安全，保护乌克兰就是保护欧洲。除了法国，泽连斯基还在当天到访了丹麦，与多国首脑一起讨论如何在前线和谈判中进一步支持乌克兰。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表示，冬季来临前将向乌提供额外的防空系统，这无疑能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可能要开展的冬季攻势进行有效的抵御。此外，丹麦商业管理局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一家乌克兰武器制造商已经获得斯克吕德斯特鲁普空军基地附近生产武器零件的许可，而这又遭到了俄罗斯驻丹麦大使弗拉基米尔·巴尔宾的指责，因为他认为丹麦是在帮助乌克兰进行武器的生产制造。当然，如果指责有用，那还要导弹做什么？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泽连斯基会以身犯险前往莫斯科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